坚持了4年，很遗憾会有这期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海南肉店小胡，这期就和大伙讲讲我的起号经历，以及谈价以后肉店赛道里面还会不会有人突破100万粉丝。当初我拍视频的想法很简单，赚钱嘛。那时候我看到很多人拍视频都赚了钱，所以我就觉得，既然拍视频有钱拿，干嘛不拍呢？于是我就开启了一边干活一边拍摄的生活。我那时候入行也刚不久，干的也是一些布线安装的脏活累活，所以我那时候和大伙是一样的，拍出来的视频没有什么流量。我并不是说是什么天选之人，随便发什么内容都会涨粉。我是后面整整坚持了1年，才看到了希望。就是这个视频突然爆火，我账号才慢慢做了起来。当时我记得很清楚，那个视频有几百万的播放量，第2天平台就给我了3000块钱，后面又陆陆续续的给了几百。那个视频的收入已经超过我1个月的工资了。当时我高兴了好几天，尝到了甜头后，我就更加勤奋的拍视频。但是命运的齿轮哪能说它转动它就会转的，我就火了这么一条，后面的视频也不温不火的。但是我没有放弃，反而更认真的学习了剪辑。探做店的工作无非是给人家安装布线、搬搬梯子或者打水龙头什么的，谁会无聊看这些内容？所以我在这赛道里面也碰了很多次灰，就是这道门槛才导致目前能超过20万粉的弱电博主，用手指都能数得过来，突破30万的更是少之又少。目前能突破100万的，我是唯一一个。我之所以能做起来，是后面发现，维修类的视频观众特别爱看，因为维修不确定的因素太多，故障也是千奇百怪的。可以说这类的视频既能满足看热闹的同时，又能学到东西。于是我后面的视频就都偏向维修了。但是干过弱电的都知道，维修比安装难多了。你去维修，你首先要搞清楚之前师傅线路是怎么布的，有时候一条没有标签的网线都能让你查半天，更别说遇到一堆没有标签的网线了。所以就导致我后面剪辑异常的痛苦。我记得有一期视频，因为线路过于复杂，素材拍了100个 G， 我回去看素材都晕头转向的，也不知道从何讲起。我要打算放弃剪辑这期素材了。但是那时候正好过年，我没有选择出去玩，然后我自己在房间里面剪辑了1个星期。那个视频时长只有6分30秒，但是却有118个镜头，相当于每个镜头只出现了3.3秒。好在播放勉强可以，拿到了1000块钱。之所以剪辑这么久，那是因为我很害怕大众看不懂，所以我在文案上面修改了无数遍。这个就是我的视频，哪怕不是这个行业的都能轻易看得懂。2年前应该是我最巅峰的时刻，每条视频播放都100万起步的。给大伙看一下，这里面有200-300万的，也有400-500万的，甚至还有一个2900万的。那时候不知道有多少广告主、多少供应商找我带货打广告，但是我一直压着我自己不要商业化，就通通把他们拒之门外了。就这样我成为了为数不多没有去变现的100万粉博主。我以为这条路我会一直坚持下去，但随着创作者越来越多，视频收入已经大幅度下降，现在可以说几乎没有了。由于8、9月份的收入已经没有了，我就给大伙看一下我7月份的：66万播放229块8 ，78万播放97块2，110万播放220块7，99万播放160块2，总共加起来不到800块钱。这是我7月份的全部作品了。我之所以比别人更新这么少，一来弱电工真的很乏味，我需要大量时间去构思文案，让视频更加的趣味化；二来并不是每次维修都能当成素材，有时候跑10个地方都不一定有个地方能做成视频。好不容易遇到适合当素材的，但是通常都是不给拍摄的，这就导致我更新特别慢。说实话，这样拿大量的时间做这些视频都是亏损的。我之所以一直压着自己没变现，还这样坚持下去，那是因为我听到一些学生老师以及很多入门的同行给我反馈，他们非常喜欢我的视频，只要我讲的他们能听得懂。很多老师经常用我的视频在课堂上播放，他们总觉得我把故障讲得很详细，让他们能明白这些故障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我的风格其实是受到这人启发的。他评论区说到，小胡老师的视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对原理分析的缺失，在最后解谜那一刻没有侦探破案的爽快感，感觉就像找到大师解惑，大师说播在那里就行，或者侦查了1天，最后是靠做梦才找到真相。我就看这条评论后，我就宁愿我自己辛苦一点，也要把更多细节给保留下来。然后写文案的时候，尽量把视频的内容讲得更详细一点，让更多人能听得懂。但是这样也导致很多人觉得我非常啰嗦，甚至很多人骂我，
这么一点小故障你居然能说半天，真是半桶水。其实说实话，我要是不拍视频的话，很多故障我还没进门的时候我就知道了，压根就不需要这些排查过程。所以他们不知道，我一直面对的群体都是一些刚入行的同行或者学生，因为我曾经也是一名学生，也分不清什么是万口，什么是烂口。他们估计也忘了自己入行那一天，一个简单路由器也需要师傅教，遇到一点小故障可能半年都修不好。现在倒好，刚学会了1+1，转头就笑人家连1+1都不会。以前我遇到这种人，我会讲2句，但后面我发现和他们争赢了，脸上也无光，索性就不想争了。我记得2年前有一个北京热店博主，他的风格很像我，但由于水平不是那么好，被几千个人嘲笑，什么2把刀啊、半桶水啊，那些骂的难听的我就不讲了。当时很多人艾特我，让他多多学我。当时我看这些评论真的很无奈，我那时候就一直鼓励他多发这些视频，不要看评论。我也是这么被骂过来的，毕竟谁都有入门的时候。难道那些嘲笑你的人，他们一入门就会维修这些故障吗？谁不都是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经验？这次你遇到这个设备不会调试，那以后多调几次不就会了吗？这个没有什么好显摆的。后面我一直关注他发了视频，但更新了几条，挨骂的声音还是有。之后我就再没有看到他更新了。这事应该快有3年了，这一直都是我心里一个结。我一直希望弱电里面能再多出几个100万粉博主，但是碍于弱电赛道的门槛以及目前的环境，我感觉几乎不可能了。以后的视频呢，我应该还会更新下去，但是更新的频率肯定会更低了，毕竟已经不赚钱了。过段时间，小胡打算直播带货试试，看在这方向能不能发展起来。如果能发展起来，我会用直播的收入来维持视频更新，这好像也是没办法的办法了。毕竟小胡也是凡人之躯。讲了这么多，该讲的也讲完了。小胡还是挺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。